我和沈晨已经快半年多没有见面了，但是除了刚开始谈恋爱，我们一直都是异地恋。发现他劈腿时，正好是这个暑假我去从州市找他的最后一天。我盯着沈晨和他情人的吐槽微信发呆。他大我7岁，年纪太大，老女人了，我看不上。我没有和沈晨闹，默默退了回去的机票，用小号加了他情人的微信。这个暑假，我准备在这多待一阵。老女人的手段，也该让他切身体会一下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和沈晨在路边摊一起吃串串的时候，他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沈晨看了一眼，并没有接，直接挂断了。我眼神扫了一眼，是个从州市本地号码，没有存备注。没过一会，沈晨拿着烟盒，笑嘻嘻地跟我说：“乖乖，我去抽根烟。”我心里的不安感越来越重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：“你在这抽吧。”他继续嬉皮笑脸地看着我。以往我很喜欢他这么跟我这么胡闹，但现在，哎呀，我不是怕在这里抽呛到我乖乖吗？沈晨顺手拿起桌子上的手机，往远一点的地方走去。我从小就很讨厌烟味，为了照顾我，沈晨他每次抽烟都会离我远远的。我盯着他，点了一根烟，又打开了手机，按了几下，不知道是在给谁发信息。有时候直觉就是这样突然降临。没过一会儿，沈晨抽完了烟走了回来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乖乖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外面太冷了。”我没有讲话，点了点头。回到家里，沈晨先亲了我一口，他的嘴里有着辛辣的烟味，让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头。沈晨把头蹭在我的耳边，像一只小狗一样。我去洗澡，姐姐乖乖等我哦。我按捺住心中的不安，红着脸推开了他。在沈晨洗澡的时候，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。我扫了一眼，刚刚按下的不安感瞬间爆炸，还是吃饭时那个本地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点了接听。喂，对面听见了我的声音，轻咳了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我却敏锐地捕捉到刚刚的那一声，好像是个女生，对方应该知道我是谁。我往浴室那个方向张望了一下，沈晨还在里面哼着歌洗澡，根本不会注意到我。于是我解锁了沈晨的手机，幸好他的密码还没有更改，还是我们在一起的那天。我打开他的绿泡泡，在里面搜索了一下刚刚打进来的那个电话号码，明显是个女生。我先点开了他的朋友圈，一片空白。他设置了只3天可见，但他的朋友圈的签名是想自由。沈晨的朋友圈的签名一直是自由。我又点开对话框，铺天盖地的消息看得我手都在抖。不知道是不是沈晨觉得我马上就离开从州市了，还是他觉得我根本不会发现。他们这几天的聊天记录并没有删除，沈晨他确实出轨了。我一条条地浏览着他们的聊天记录，最早的是大前天下午3点12的一条，是那个女生发给他的“我想你了”。过了10分钟，沈晨给他回复的“我也想你”。我闭着眼，身体无力地靠在枕头上，回忆起那天那个时间段，我和他刚看完电影，他去给我买奶茶。短短5分钟的时间，他和我在一起的这1周里，又有多少个这样的时候呢？那我不在从州市的时候呢？我颤抖着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把他们的聊天记录拍了下来。虽然只有3天的聊天记录，内容却并不少。我快速地翻看着，然后手指停留在了其中的一条：小草莓，我要努力学习，以后给老公买轿跑。沈晨，我可舍不得你这么辛苦，别太累了。下面是沈晨给他的转账记录：1314，备注：爱你一生一世。我死死地盯着老公2个字，
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之前我和沈晨感情你侬我侬的时候，他总扮撒娇似的跟我说：“老婆大人给我买轿跑吧。”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的，没有当真。可现在看这个聊天记录，他似乎更心疼对面的那个女生。我退出他们的聊天记录，翻开了沈晨的账单，查看了他们所有的转账往来。沈晨从来没有删过转账记录，一笔一笔，520、999、1314，一时间竟拉不到头，持续了整整5个月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上一次离开从州市不久之后，他们就在一起了。我努力克制着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把所有的信息都拍照留存了。在我拿着手机退后台的时候，不小心滑进了他的相册里，一个女孩的照片跳了出来，圆嘟嘟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嘟着嘴唇，阳光又开朗的气息。我锁了屏，望着屏幕里倒映出来的自己的脸，确实比我年轻。我记住了那张脸，把沈晨的手机放回了原位。怎么了，乖乖？你发什么呆呢？浴室的水声停止了，沈晨洗好澡走了出来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他裹着条浴巾站在床旁边盯着我。沈晨本来就很白，刚被热水浸润过的肌肤更是如羊脂白玉般光滑细腻。他头发并没有擦干，细小的水滴从发梢沿着肌肉线条滚落下来。他因为原来学过街舞的关系，身材一直保持很好。和沈晨在一起之后，有很多人都羡慕过我，说沈晨长得帅气，性格温柔，身材还很好，最主要的对感情很专一。我也一直以为他只爱我一个，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。沈晨俯下身向我亲过来，我侧身躲过了他。怎么了，老婆大人？我哪里做的让你不高兴了吗？他好看的眸子里带着一丝疑惑。当初就是这双会说话的眼睛让我心动了一次又一次。我摇摇头，并不打算在此刻揭穿他。我指了指手机，刚才有人给你打电话，没说话就挂了，你看看是不是公司的事情，别耽搁了。沈晨皱了皱眉，仿佛此刻被打扰让他很烦躁。但我明明看见他拿起电话，看见是谁的时候，表情僵了一下。骚扰电话不用管的。沈晨随手把手机丢到了一边。明天乖乖就回去了，今晚当然是好好陪陪你呀。说完，沈晨又过来想抱我。要是以往，我特别喜欢他跟我撒娇的样子，像一只乖乖听话的小狗狗。但此刻，我内心只觉得无比的恶心。我没忍住，干呕了一声。你怎么了，老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沈晨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，我推开他搂过来的手。我确实不舒服，没兴致，先睡了，明早我要赶飞机呢。沈晨的手僵在了半空中，随后他喃喃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：好吧，乖乖好好休息，明天早上我送你。我没再讲话，默默闭上了眼睛。第二天一早，沈晨帮我收拾好了行李，送我去了从州市机场。刚下了车，我温柔地跟沈晨说了拜拜，看着他驾车离开，我转身就上了一辆出租车。沈晨不知道，我已经把回去机票退了。在前往酒店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沈晨会劈腿？为什么喜欢上了别人还不和我分手？还有那个女孩，她是谁呢？为什么明知道沈晨有女朋友，还要当小三呢？我拿出电话，又一次打开了我拍照的那些聊天记录，最后停留在了那个女孩的照片上。我总觉得她隐隐约约给我一种有点眼熟的感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她。突然，我想到了什么，慌忙打开我和周川的绿泡泡聊天记录，翻到了去年的9月份，那是周川发给我的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的沈晨脸上还挂着彩，而他的旁边是他的发小周川，在旁边就是那个女孩。我的思绪飞到了去年的9月份，那天刚刚上完课的我，就接到了周川的电话：“嫂子，陈哥因为和别人打架进去了。”我手一抖，怀里的书纷纷落地。周川好像听见了我这面的动静，赶忙安慰我：“没事儿，嫂子，我和陈哥保释出来了。他人怎么样？他在哪儿呢？”电话那头依然是沈晨嬉皮笑脸的声音：“哎呦，老婆，我没事儿，就是受了点小伤。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跟人打架？伤得严重吗？要不我明天请几天假去看看你吧。”我在电话这头十分焦急：“哎呀，真的没事儿，不说了，乖乖，我得去买个新电话去。”电话刚才摔碎了。随后沈晨就把电话挂断了。后来我才从周川那里了解到，那天沈晨和他去 KTV 喝酒唱歌，碰到了一个服务生被喝多了的醉汉调戏。沈晨路见不平，把那个醉汉揍了，而且出手极为凶狠。但那个醉汉并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后面沈晨和周川就和一群人打了起来，直到警察到来。那个服务生很感谢沈晨的出手相救，去公安局做了证。很快，沈晨他俩就被保释了出来。当时周川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神神秘秘地讲：“嫂子，我觉得陈哥揍那个醉汉那么使劲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。”我满头问号。周川发了一张照片过来：“别不信啊，嫂子，你看。”都是因为那个女孩跟你长得有5、6分相似，陈哥才这么激动的。我低头又看了看这张照片，记忆中的画面和现实重合了，就是这个女生。可是真的像吗？我回到了酒店，刚放下行李，手机就收到了一条好友通过提醒。我点开一看，是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。我刚点了拒绝通过，对面好像一直在盯着屏幕似的，马上又发过来了一条。这次对方写了申请理由：“我是沈晨的女朋友。”我怔了1秒，点了通过。很快，对方发了很多张他和沈晨的聊天记录过来，有沈晨跟他甜言蜜语的，给他转账的。其中有一张对话狠狠地刺痛了我的眼睛：“沈晨哥哥，你喜欢我吗？”“喜欢呐。”“当然喜欢你了。”沈晨回答他。“你撒谎，你喜欢的是苏沫那个老女人吧？”“哼，你就是跟我玩一玩。”我看着屏幕都能想象得到那个女孩当时撒娇的语气。沈晨很快就回复他：“她年纪太大，老女人了，我看不上啊。”后面全是他们2个的打情骂俏。我盯了这张聊天记录，盯了很久。然后颤抖着手翻出了一包之前沈晨遗落在我包里的香烟，点燃它后狠狠地吸了一口。一直很讨厌烟味的我被香烟的辛辣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我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着，确实能短暂压抑内心的烦恼。和沈晨在一起的时候，我28，他21，如今我已经31了，他依然年轻。3年前，我因为工作原因要在从州市邮电大学培训学习1整年，同时兼职了大学辅导员。在一个下雨天，我在我的校外出租屋楼下捡到了喝得一塌糊涂的沈晨。出于一个老师的责任心，我把他搬回了我的出租屋。可是等第2天他酒醒了，就拉着我嚷嚷着要我负责。我哭笑不得的想赶他出去，他就拉着我袖子开始卖惨，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狗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：“老师姐姐，你让我住你这里吧，我快毕业了，学校寝室已经退了，我没有地方住了，我给你做饭，你别赶我走吗？”看着他好看的星星眼，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他。于是，在小小的出租屋里，每天都多了一个身影。
当我下班回来，总能看见沈晨在厨房里忙碌着。后来他才告诉我，从在学校见到我的第一眼，他就喜欢上我了。那天的醉酒完全就是他有预谋的。我们在那个出租屋里住了2个多月，我结束了培训学习，要回到原来工作的城市，还是他送我去的机场。在机场时，第一次面对分离的少年，眼睛红红的，一直咬着自己嘴唇。我摸摸他的头，他一把将我搂入怀中，力气大的我觉得肋骨都要被他勒断了。他的声音颤抖：“等我，等我，过几年我就去你的城市找你，让你做我的老婆。”这句话好像现在还在耳边回荡，却觉得那么刺耳。这个少年曾经捧着一颗心向我走来，用他的真诚打动了我。可现在他要把这颗心给别人了，我也应该向前看了。我想了想，一个电话打给了孟涵宇。莫西莫西，对面依旧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声音。沈晨出轨了，我在从州市，我单刀直入。什么情况？你详细说说。对面的声音正经了起来。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的都讲给了他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你在哪个酒店？我现在过去找你。我挂断电话，把酒店的定位发给了他。孟涵宇是我之前在从州市工作时认识的闺蜜好友，性格直爽，风风火火的，是从州市的知名律师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就赶到了酒店。沈晨出轨，你有证据没？孟涵宇进门就直接问我。我把手机丢给了他，上面有着今天那个人发给我的聊天记录。他正看着，手机又震动了一下。然后我听见了一句国粹：“这小骚货，老子非撕烂他不可。”我抢过电话，那个女生又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过来。照片里的那女生躺在一个男人的怀里，男人的手环抱着搂她，那双手我再熟悉不过了，上面的戴着的情侣戒指还是刚在一起。他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的礼物。当时我特意喊孟涵宇陪我一起去挑选的。下面还有那个女生发的一句话：年纪大了就别抓着小男生不放了，给自己留点脸吧。我还在发怔，只听啪的一声，随后传来了一声哎呦。我回过神一看，孟涵宇因为过于气愤拍桌子，给自己手挫伤了。他疼的泪水还在眼圈打转，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苏沫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掐灭了手中的香烟，随手一抛，剩余的烟蒂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抛物线，完美地落进了垃圾桶里。我要让他把花的35万退给我。他给那个女生的转账花的可是老娘的钱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孟涵宇不愧是专业的律师，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他就把那个女生的资料搞到手了。杨嘉欣，从州市邮电大学的在读学生，20岁，确实年轻貌美，家庭条件不好，父母离异，母亲身体还不好，一直在勤工俭学，所以才会有沈晨在 KTV 救了他的事情。呵，我冷笑一声，没想到她还是沈晨的学妹。也许一开始只是为了感谢沈晨的出手相助，后来发现是同校校友，沈晨又出手阔绰，他就动了一些歪心思。不过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不该招惹我。我把杨嘉欣的资料丢在了桌子上，看着孟涵宇，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？孟涵宇一直在看那个女生给我发的聊天记录，他把它们打印了出来。此刻他从厚厚的4纸中抬起头，我详细的看了沈晨和那个3的聊天记录，除了转账之外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所以我们要捉奸。孟涵宇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坚定地看着我。抓现场吗？我还没想好立刻和沈晨撕破脸。听了他的话，忍不住怔了一下。孟涵宇摇摇头，不是，
我们需要一些视频和音频证据。他话锋一转，你有沈晨的车钥匙没？我有时候不得不感叹，有个律师闺蜜真的太好了。她充分给我展示了什么叫雷厉风行。1个小时前还在酒店的我俩，现在已经出现在沈晨公司的地下车库了。我拿着他的备用钥匙，很快就找到了他的车。车子刚刚洗过，看着十分干净，但车里隐隐约约的香水味熏得我想吐。沈晨是从来不用车载香水的，他有鼻炎，闻到刺激味道会不舒服。为了体谅他，就算我们在一起约会的时候，我也很少用香水。看来我刚刚离开从州市，他们中午就见面了，就如此急不可耐吗？我心里冷笑一声，打开了行车记录仪。我查看了今天早上沈晨送我到机场之后的监控视频。他刚把车开出机场没多久，那个女孩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她的声音带着一声雀跃。那个老女人走了。沈晨嗯了一声，女孩像小猫似的撒着娇。我今天上午没有课，你来接我吗？我想你了。沈晨短暂地沉默了1秒，好。随后就看见车子的行驶方向发生了改变，那条从机场到邮电大学的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。几年前我也无数次的走过。我把视频快进到20分钟之后，沈晨把车开到了他的宿舍楼下，他给女孩打电话，简短的2个字：到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女孩蹦蹦跳跳的上了副驾驶，直接扑到了他怀里。我好想你啊，沈晨哥哥。随后传来了连续不断的接吻声。你想没想我呀？女孩故意拉着长声，沈晨的声音里满是情欲。你说呢？那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那个老女人？视频好像突然被人切断了1秒，所有的声音都安静下来。下一秒，沈晨的声音又传了出来，爱你。简短的2个字，让我眼泪瞬间溃不成军。女孩得意地笑着，你是我的，好，小妖精。车子离开了学校，开到了一个酒店的地下车库，停了下来。女孩下了车，随后监控画面黑了下来。我浑身僵硬地坐在车里，一动不动。虽然心里早有预期，但血淋淋的真相摆在眼前的时候，心痛更甚。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刚要翻找手机，孟涵宇拍了拍我，指了指行车记录仪，铃声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。监控视频的时间已经显示几小时之后了。沈晨坐在车里，只有他一个人。喂，陈哥，你什么时候到公司啊？是周川的声音。快了。怎么了？我记得机场到公司的路不需要开这么久啊。你去找杨嘉欣了？陈哥，你这样有点对不起苏沫姐，关你什么事情？沈晨有些不耐烦地说道。周川似乎有些疑惑，我搞不懂，你以前不是很爱苏沫姐的吗？你俩感情那么要好，为什么你现在……沈晨沉默了很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话声音很慢，仿佛在思考着。我真的觉得他年纪有点大了。看了监控视频的孟涵宇气得下车就要上公司找沈晨算账，可看见沈晨的身影出现在电梯口的那一刻，我拉着他落荒而逃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逃走，明明做错事，劈腿的人是他，可在那一刻，我真的一瞬间丧失了所有的勇气。脑海里一直重复着他那句，我真的觉得他年纪有点大了。回到酒店，我把自己脱得精光，对着镜子端详了许久，依旧白皙透亮的皮肤，光滑的脸蛋上没有一丝皱纹，身材紧致均匀，没有赘肉，看上去和年轻时并无二致。这样的一副身体，也曾经让沈晨欲罢不能。我叹了口气，把自己丢进了浴缸里。其实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问过沈晨，为什么会喜欢我？
我比他大了那么多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眼睛里带着宠溺的温柔，告诉我说，当他被人欺负了的时候，我像一道光一样出现，救了他。从此，他的眼睛里只有我。当时我一头雾水，一度怀疑他是不是认错了人。后来在他的提醒下，我想起了曾在无意间制止的一场校园霸凌。一个少年被一群人围着推倒在地，眼神倔强，不肯服输。眼看一场大战就要爆发，我正路过，以老师的身份呵斥了欺负人的学生们，又把少年扶了起来。但那天我因为有会要开，处理完了事情就匆匆离开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少年眼里的光芒。更没想到的是，那个少年居然就是沈晨。那时候的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说，他也会做我的光，要我相信他。我信了，拿我仅剩的青春跟他赌了一把。现在看来，我输得十分彻底。他要去当别人的光了。或许爱人的话，只在爱还存在的时候才生效吧。我在浴缸里泡了很久，直到水渐渐变凉。孟涵雨在外面敲敲浴室的门。喂，苏沫，你再泡下去，我可要进去捞尸了。我扑哧一笑，不管怎样，我至少不是一个人，还有这么个最佳损友。这天晚上，孟涵雨陪着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，我们依偎着靠在沙发上，谈人生谈理想，聊过去聊未来，最后双双醉倒在地板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孟涵雨的手机铃声吵醒的。他老板给他打电话，安排了临时出差。他一脸抱歉地看着我，我非常理解，成年人的世界都有自己的事情。孟涵雨离开之前抱了抱我，拿着手中拷贝了行车记录仪的 U 盘，对我晃了晃。你放心，苏沫，等我出差回来，一定让那对狗男女把钱退给你，不会让他们好过的。我点了点头。孟涵雨离开后，我接到了沈晨的电话。喂，乖乖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下飞机了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你看看我昨天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。沈晨焦急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我翻了一下通话记录，显示有10多个未接来电。昨天下了飞机之后身体不舒服，我就先睡了，忘记告诉你了。我平静地说道。你怎么了，乖乖？沈晨明显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。身体很不舒服吗？我刚要开口，他那面传来了一个女生的声音。沈晨哥哥，你在哪里呢？沈晨，我在公司啊，刚刚那个是我同事。怎么，乖乖，不会吃醋了吧？沈晨打趣着我，但明显听出他换了一个更安静的环境。他在撒谎。那个女生的声音和昨天视频监控里的一模一样。她和杨嘉欣在一起呢？没有，我怎么会吃醋呢？我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你好好上班。我故意加重了上班2个字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我想了想，翻开了杨嘉欣的朋友圈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她真的发了2条。照片里的她开心地笑着，配文是今天和老公一起去爬山了，虽然很累，但也觉得好幸福。另一条只有文字，刚刚和老公一起体验了一下悬崖秋千，真的好刺激，下次还来。我一直都知道，沈晨很喜欢爬山、露营这种户外的项目，而且他喜欢刺激，喜欢那种能让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。但我不喜欢那些。因为我恐高很严重，那个悬崖秋千，他不止一次跟我提起过，想和我一起尝试一下。我也鼓足勇气站到过那个平台上，可是我只要往下看一眼，就觉得头晕目眩。沈晨说着没关系，抱着我退了下来，但我知道他内心是失望的。现在想一想，其实我和沈晨有很多地方都不合适。他喜动我喜静，他无辣不欢我饮食清淡，他追求刺激我归于平淡。只是我们在一开始觉得
相爱可以抵万难罢了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去找沈晨摊牌这一切了。曾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对他说过，我有勇气开始和走下去。那现在，我也有勇气结束这份感情。之后该回去继续好好上班了。毕竟爱情会背叛你，但事业不会。以前我并没有发觉自己还有一点点做私家侦探的潜质。很快我就顺着他朋友圈发的吃饭的新照片，在商城找到了他们两个。遇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在商城的收银台正在结账。杨嘉欣挽着沈晨的胳膊，一直不停地在讲什么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他的马尾辫晃啊晃，青春又有活力。沈晨在低着头刷卡，看见杨嘉欣撒娇，宠溺地用手指刮了刮他的鼻子。本以为看见这一幕的我心会很痛，但此刻我却无比冷静。我和沈晨在一起的时候，多数都是我给他消费，给他买。我承认我确实有一点恋爱脑，对喜欢的人就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买给他。生日、情人节、纪念日、特殊日子，在一起这3年，大大小小的礼物和转账红包，我在他身上花了差不多35万，其中光转账就有20多万了。其实，如果是因为年龄差距和现实问题导致我和沈晨最后分开，我根本不会去要这些钱。那是我们爱过一场，付出过真心该消费的。可是背叛劈腿，拿着我的钱去给小三花，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。眼前的2个人已经结完了账，准备离开了。沈晨，我喊住了他。沈晨猛地回头，看清是我后，手里的袋子全部掉落在了地上。杨嘉欣也注意到了沈晨的不对劲，他转过身，脸上闪过一丝慌张，随后他挑衅似的搂紧了沈晨的胳膊。沈晨一把推开了他，杨嘉欣一怔，怯生生地站在旁边，委屈地喊了一声沈晨哥哥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沈晨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他捡起地上的袋子递给杨嘉欣，你先走吧。杨嘉欣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我喊住了他，杨小姐，我们聊聊。他停住脚步，看了看沈晨。沈晨沉下脸，还不走。杨嘉欣被沈晨的表情吓到，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泪水。我上前拦住了他。沈晨眉头紧皱，眼神盯着我。苏沫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微笑着看着他。你确定要在这里说？这里人太多了，你也不想明天上新闻热搜吧？周围已经有人注意到我们这面的动静，陆陆续续走了过来，还有人掏出手机打算录像。沈晨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一言不发，转身向地下车库的方向走去。沈晨走在前面，我和杨嘉欣一左一右地走在他的身后。这画面让我觉得分外的滑稽。到了停车场，我抢先一步坐进了主驾驶。沈晨怔了1秒，打开了副驾驶的门，想坐进去。我制止了他，你把东西放这，人去后面坐。沈晨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还是把汹涌的情绪压制了下来。他哼了一声，坐到了后排，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。杨嘉欣在外面尴尬地站了一会儿，也咬咬牙钻进了后排座位。车内是如死寂般的沉默。你俩在一起多久了？我率先打破了僵局。5个月了。我们……杨嘉欣说到一半，对上沈晨想要刀人的眼神，把剩下的话又吞了回去。5个月，蛮久的了。杨小姐，你应该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吧？沈晨猛地出声打断了我。苏沫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微微回头看了他一样，他脸上的表情已经非常不耐烦了，紧紧抿着嘴唇，这是他要发火的前兆。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发火？他凭什么？
杨小姐还在邮电大学念书吧？被我冷不丁地提到了学校。杨嘉欣明显有些手足无措，我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明显。难道沈晨没有跟你讲过，我原来是你们学校的老师吗？杨嘉欣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很难看。我点燃了一支香烟，刚要放进嘴里，沈晨从后面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，他的神色目眦欲裂，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。你什么时候会抽烟了？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发现你劈腿的第二天，我甩开他的手，沈晨突然就崩溃了，他痛苦地用手薅着自己的头发。旁边杨嘉欣一脸担心地拍着他的肩膀，沈晨哥。我别过头去，没有再看他们一眼。车内又恢复了之前的沉默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沈晨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先送嘉欣回学校吧，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不，我要陪着你。杨嘉欣在后面赌气，我没有理他，发动了车子。杨嘉欣最后还是被我送回了学校。临下车的时候，她恋恋不舍地拉着沈晨，然后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好像被抢男朋友的是他，不是我。我问沈晨，去你家还是去我住的酒店？沈晨把头埋在自己的掌心里，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回去的前一天晚上。你是不是不会原谅我了？他的手在颤抖。我靠在车座上，讽刺地笑了。沈晨，你把我当什么？连聊天记录都不删的？你害怕被我知道吗？我盯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好女朋友，不然我不知道还要被你蒙在鼓里多久。我把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甩在了他脸上，他茫然地接过来看了一眼，然后手抖得更厉害了。沉默半晌，他终于抬起头来，眼睛里是我读不懂的情愫，有痛苦，有挣扎，有矛盾。好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苏沫，我们分手吧。过段时间我会把钱还给你的。沈晨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。我听他说完，没有再讲话，转头打开车门下了车，走出了很远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沈晨已经下了车，靠在车旁边，在给谁打着电话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情绪失控的一拳捶在了旁边的树上。我转过头，大步流星地离开了。好久没来过邮电大学了，自然要找之前的好友见面。等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天黑了。我不想自己回到酒店去，夜晚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情绪反扑得太厉害。我随便找了一家酒吧。自从大学毕业，我就很少来酒吧这种地方了。我喜静，一直觉得这种地方很吵闹。不过吵闹有吵闹的好处，至少会让人不觉得寂寞。你男朋友是不是土象星座呀？怎么这么能憋得住的？姐，别难过了，好男人的多的是。听了我的故事，调酒师安慰我道。我端起酒杯，眼神迷离地盯了一会儿里面的液体，然后一饮而尽。我知道他就是不想说。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很了解沈晨，他内敛沉默，很少会表露出内心的真实情绪。也想过跟他彻底摊牌时他会给我什么反应，但还是被他的态度所伤害到了。我以为他至少会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，但他实际上除了一句对不起，什么都没有说。3年的感情，从28到31，是我青春最后的尾巴。他闯进了我的世界，又从我心里剜了一个洞走了出去，给这段感情留了一个并不体面的结局。我一杯又一杯地喝着，已经数不清自己喝了到底多少杯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随着 DJ 舞曲天旋地转。正当我准备接过调酒师手里的下一杯酒，一个人从后面抓住了我的手腕，
苏沫姐。我眯着眼睛看了好半天，才勉强认清眼前的人是谁。周川，真的是你呀？苏沫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还喝得这样多？沈晨不是昨天才送你去的机场吗？周川疑惑地看着我，我刚要站起身，一阵眩晕又让我坐了回去。周川赶忙扶住我，苏沫姐，你先坐着，我现在就给沈晨打电话，让他来接你。我摆摆手，不用，别喊他来，我和他分手了，我没事，一会儿就回酒店。分手了？周川瞪大了眼睛，随后他的表情变得有些犹豫。苏沫姐，你都知道了呀？对不起啊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。没事，我不会怪你的，这跟你没关系。虽然周川早就知道了沈晨劈腿的事情，但他和沈晨的关系远远超过我和他，他怎么可能会告诉我？其实苏沫姐，我觉得沈晨他心里一直爱着的是你，他只是……周川在斟酌着用词，新鲜感吧，就是一时的新鲜而已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新鲜感吗？谁不喜欢新鲜感呢？我的身边又不是没有追求者，可我所认为的新鲜感，是和同一个人去体验世界，看日出日落，山川湖海，朝朝暮暮且岁岁年年，而不是跟不同的人听同样的歌曲，看同样的电影，重复着同样的故事。我扶着吧台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准备离开。沈晨从酒吧门口冲了进来，他直直地向我走来，脸上带着难以克制的怒火，一把抓住了我。苏沫，跟老子分手了你就这么糟践你自己是吧？我试图甩开他的手，可是他抓得牢牢的，我又因醉酒使不上力气。关你屁事啊，沈晨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就算我今天跟别的男人睡了，也跟你没关系。虽然手上甩不开，但嘴上却丝毫不服输。闻言，沈晨挑了挑眉，表情已经出离了愤怒。他靠近我，低沉的语气带着一丝危险。你就这么想找男人是吧？好，我满足你。不怪人们都说喝酒误事，我现在算是有了深切的体验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悠悠转醒，揉了揉昨天因宿醉而疼痛的头，看着身边躺着的还在睡梦中的沈晨，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句国粹。这是什么局面？和劈腿前男友发生了关系。我迅速穿好了衣服，准备悄悄离开，旁边的人却猛地睁开了眼睛。你要去哪里？我没理他，站起来就向门口走去。沈晨一个箭步冲了过来，拦住了我的去路，然后又用力地把我按回到了床上。姐姐，你又想不负责了是吗？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沙哑。啪！只听清脆的一声，我没忍住，给了沈晨一巴掌。这一下，我用了十足的力量，他原本白皙透亮的脸上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巴掌印。沈晨被我打得发怔，松开了我。沈晨，你以为我们现在还是什么关系？他不屑地笑了一下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痞里痞气。什么关系？不知道谁昨天晚上求饶。我努力克制着想给他脸上扇出一个轴对称图形的冲动，所以呢，想以此威胁我。听了这话，沈晨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。过了许久，他才艰难地开口：苏沫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但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？我知道我此刻很不要脸，但求求你不要和我分手好不好？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泪从他脸上滑落。我真的还爱着你，这是我们在一起3年。我第一次见到他哭。沈晨一直是一个很倔强的人，被校园霸凌，跟别人打架挂彩了，换药疼得要命，异地恋和我分离，他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。而如今，他哭得稀里哗啦，好像受了委屈的是他。要放在以前，看见他这个样子，我定会心疼得厉害。
但此刻我只觉得厌烦。沈晨，其实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，给这段感情一个交代。我真的很想问一问，为什么？沈晨张了张嘴，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来。以我对你的了解程度，我也能猜出来个大概。异地恋太久了，你需要陪伴，需要新鲜感，而他正好能给你提供这些。他年轻漂亮有活力，能陪你去玩你想要的一切刺激的。而我又老又无趣，而你迟迟不肯跟我提分手，而是选择脚踏两条船，只是因为我还能给你提供物质方面的价值罢了。不是的，苏沫。沈晨急急地开口。其实一开始注意到他，只是因为他和你有点像罢了。后来，但我不是因为钱才不跟你提分手的。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你分手，我只是想玩一玩。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直到机不可闻。和我年轻的时候相像是吧？可谁又不会老呢？这些只是你为自己挽尊找的借口罢了。你从来没想过我能看到你和他的聊天记录吧？你知道，当我看见你和他的甜言蜜语的时候，看见你用那些刻薄的词语形容我的时候，我心里觉得你有多恶心吗？沈晨，你要是还做个人，就把钱还给我，然后不要再纠缠我了，给这份感情留个最后的体面吧，不要让我怀疑3年前的自己，看错了人。不管怎么样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。很快我就离开了从州市，回到了我工作的城市。因为之前请假的关系，我为了赶课题进度，连续加班了好几天。当我终于从加班中解放了出来，接到了孟涵宇的电话，他出差回来了，我帮你把资料都整理完了，你给沈晨的礼物和转账，我建议你俩先协商处理，如果沈晨拒不归还，再起诉。至于那个杨嘉欣，我建议你直接起诉，他花沈晨的钱，具体多少，有多少实际是来自于你这面的，需要起诉调查才能具体知道。我的心里流过一丝暖流，谢谢你了，韩宇。出差还想着我的事情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答应我，不要让他们好过。我微笑着答应。放心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因为起诉要到当地法院的缘故，我再次来到了从州市。这一次来，我内心平静了很多。刚从法院提交了起诉单出来，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周川。电话里他的声音焦急：“苏沫姐，你还在从州市吗？我知道沈晨他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给你打这个电话。可他昨天晚上因为喝酒导致胃出血住院了，即使在吐血嘴里还一直喊着你的名字。他这段时间天天在喝酒，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？”我欣然答应。按照周川发的地址，我找到了沈晨住院的房间。他看见我出现在门口，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然后就要扯掉吊瓶往我这走来。我制止了他：“乖乖，你还是担心我的是不是？”沈晨颤抖着声音说。他伸手想要抱我，却被我躲开了。我当然担心了，毕竟你钱还没还我呢，可不能先死了。沈晨迟钝了半晌，好像没有听清我说了什么。随后他苦笑一声：“我就知道，你一直就是这个性格，爱憎分明。”我点了点头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他眼里的光芒渐渐暗淡下去，声音几乎低不可闻：“你就这么恨我吗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因为劈腿的不是我，所以你不会懂的。”沈晨还欲说些什么，被一声“沈晨哥哥”给打断了。我回头望去，是杨嘉欣。他看见我在，眼里的恨意似乎要把我生吞活剥。“是你这个老女人，你到底跟我导员说了什么，导致我的奖学金被取消了？”我无所谓的掏了掏耳朵：“当然是你做了什么就说了什么，
奖学金本来就是发给各方面都优异的学生的，你的行为和人品配吗？我盯着他，眼神嘲讽。哦，对了，我估计你还没接到法院的通知，你花沈晨的钱里有一部分是我的，你要原封不动地退给我。闻言，杨嘉欣的脸色变得刷白，嘴唇抖动着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拉拉沈晨的袖子，眼泪大滴大滴地滚落。沈晨哥哥，他欺负我，那些是你给我的钱，他凭什么要回去啊？沈晨推开他，语气十分的不耐烦。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和你没有半点关系。苏沫怎么做是苏沫的事情。杨嘉欣一脸不可置信，随即和沈晨撕扯起来。我没有管身后的混乱，转身走出了住院部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天湛蓝湛蓝的，万里无云，只有一丝微风轻轻吹过。我来从州市这么多次，都难得碰到这样的好天气。我抬起手，遮挡了一下刺眼的阳光。从州市很好，但我以后不会再来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